近年来的多场局部战争和冲突的经验，已经证明未来战场上绝对少不了各色无人作战平台的身影。在第15届中国航展现场，顺应这股势不可挡的无人化、智能化潮流的装备，总能吸引大家的目光。在中国兵器馆末端防御展区，有2台外形颇具科幻色彩的装备，第一时间吸引了子轩的注意。这就是传闻中的《三体》里的微波武器，《三体》里的，对，已被我们的科研人员实现了。它的名字叫飓风3000。飓风3000之所以叫飓风3000，就是像飓风那样的强大威力，可以把敌方的无人机瞬间刮跑。哦，那这个3000呢？而3000呢，就可以理解成射程，只要在3000米的射程内，就通通逃不掉。飓风3000是一款搭载于轮式底盘上的高功率微波武器系统，它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将探测、跟踪、打击和功能等子系统结合在单一底盘的有限空间里。在发现来袭目标后，它能快速发射高功率微波波束，对目标实施强电磁攻击。这个微波，哎，我其实提到微波，第一反应就是咱家用的微波炉，它的这个原理和微波炉的原理是一样的吗？就是发热呀、加热这样的。您说的对，它的工作原理呢，就像家里的微波炉，但威力可比微波炉大多了。举个例子吧，微波炉它的作用是用来加热食物，它的作用距离的话，大概就30厘米。对，就很小。而微波武器，它的作用是用来加热3000米高空的无人机。加热距离是微波炉的1万倍。它发射出的高功率波束，就好比以光速般的速度射出成千上万个微波炉，瞬间就到达3000米的高空，把无人机烤得外焦里嫩，彻底烧毁，很厉害。飓风3000微波武器作为新型定向能武器，被认为是本届航展中最具科技感、未来感的装备之一。它能够在要地要点、野战环境、边海防、城市安防、安保等多样化环境中执行末端防御任务，尤其适合打击无人机蜂群、巡飞弹等集群低慢小目标，兼顾对点和对面杀伤摧毁能力。它的感知发现能力很强，就是发现能力很强。你看它的顶端的这种高精度跟踪系统，像长了一双火眼金睛。它的目标探测距离有6公里，光电跟踪距离有4公里，能够准确地发现、锁定那些微小型、轻小型的无人机，和它们组成的集群，真正做到指哪儿打哪儿，毫不含糊。其次，第二个，它的打击速度很高，速度也快，具备光速的攻击能力，发现即摧毁，就好像是一把这种3公里长的这种苍蝇拍，打起蚊子来，稳、准、狠。恰恰是由于无人化浪潮席卷战场，本届航展上既有新锐反无装备，又有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无人化技术重新武装自己的成熟作战平台。军迷肖宁就带子轩来到了曾多次参加航展的 S-25面前，看看这款老装备如何用新技术、新理念帮助自身适应战场新变化。肖老师，其实每次来航展都感觉能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但是他们都又有新的变化。因为我们研制一款武器吧，这在这款武器上会经常的进行一些设计上的一些改动，比方说这款 S-25多管火箭炮，那我们在它之前，在2014年第一次参加珠海航展，那他们出来以后，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但是到了今天，10年过去了，它是不是有新的变化？那我们可以说，在前面这个摆放的这个模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是它的新的变化。S-25自行多管火箭炮于2014年首次亮相珠海航展，至今已经参加过6届航展。在国际军援军贸市场上，始终被视为海马斯和天舞火箭炮的强劲对手。
10年间 ，SR5 在巩固储运发一体、弹件共架和自动装填等传统长项外，又掌握了新的能力。它把原来装在车上的整体的这个火箭炮，把它这个整体这个部件移到了一个集装箱上，然后呢后边再附上一个装填的机构，这样整体就组成了一个可以拉着到处跑，或者说你可以把它部署到一个固定的地点。就这是相当于是它这个车厢。对，就是一个集装箱的车厢。如果后边有一个平板的拖车拉着它，就可以到处走。它这个是可以直接装填的吗？对，如果转过来之后，不行，别动，转不了。对，如果转过来之后，它这里边是有相应的机构，把这弹体把它推到发射机构上，然后呢再转回去，处于一个发射位置，它就可以发射了。模块化和自动装填让 SR5 具备了远超过传统火箭炮的反应速度和机动能力。众多精确制导弹药，则使 SR5 在保证极高射击精度同时，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目标选择最合适的杀伤方式。今天看到在它的旁边也摆放了多种多样的这个火箭弹。对，这个就是这个 SR5 它主要发射的一些弹种。这些弹种呢，它是按照它的发射的射程来进行一个型号的区分。比如说上面写着40，那就是它的射程是40公里；如果射程是上面写着60，那就是60公里。也依次来是70公里、150公里跟300公里。对，这些所有的弹种全是制导的，就是它的精度非常高，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击命中，把这个目标确保它把它摧毁。其实也只有几个国家能够研制这款武器。弹药产品线不断扩展，让 SR5 的武力值不断向更高层次跃升。子轩经过观察，还发现车辆本身与以往航展相比也有了新变化。肖老师，我发现同它之前参加航展时的样子相比，它现在上面是多了天线。这个天线呢是，方便它跟后方进行一个联络，提高它打击目标的这种信息的连通度。比方说，它如果后边，比方我们的指挥部发现了一个目标的话，它可以就马上在很远地方，虽然也不需要返回指挥部，就在很远地方接收信息，就能马上执行打击。针对信息化水平和数据链方面的优化，使得 SR5 在战场上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凭借千里之外、9天之上的眼睛、耳朵，先敌发现和打击，然后凭借自身强大的机动能力全身而退，保证在各类战场环境中都能有较高的生存能力。实际上，在兵器馆中有大批成熟装备，借助新技术、新理念，完成了自身脱胎换骨般的改进升级。这辆车是据我们了解到信息，这是一辆全新研制的8×8的一个轮式装甲车。我们之前中国兵器研制的是VN1系列的8×8的装甲车族，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装备、各种各样的功能，它的这种车型也非常的多。但它的上装应用范围很广。对，凡是陆军它能够想象到的功能、想象到的任务，这个在VN1的这个装甲车组里面都能实现。都有。但是呢，可能VN1这个8×8的底盘，相对来说它应该是一个20年以前的一个技术了。那么这个时候运用一些新的技术、新的装备或者新的战场的环境，它可能有一些没法承受了。我们的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些改进呢？那么我们就推出了一款VN23。对，这叫23。VN23 轮式装甲车是我国研发的新一代外贸型轮式装甲平台，在本届航展现场首次亮相。该底盘具备高承载、高机动等特点，拥有原地中心转向能力和极强的底盘防雷能力，其战场生存能力超越国际市场上大多数同级底盘。这个炮塔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可能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装备，然后它还有一些可以发射反坦克导弹啊，上面还装上那个遥控5级战啊，它是一个装甲侦察车这么一个概念。对于 VN23 的亮相，肖宁也是对功能进行了大胆的猜测：主动防御、榴弹发射器、机枪，还有一门主炮。
可以满足突击车、步兵战车、输送车等各拓展变形车辆各方面的要求，在现代战争中能执行多样化的任务，为作战部队提供有力的支持。各型明星陆战装备纷纷推陈出新，作为航展主角的各类飞行器，在升级方面自然也是百花齐放。在航展外场静态展示的一众国产先进战机中，子轩对一架长尾运8产生了好奇。葛生老师，我发现这次看到的运8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对，这个是我们平常不太容易接触到看到的。长尾巴了。梁义晨，西安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讲师，也是一名航空科普网络达人，网名狗剩老师。对于这架运8的功能和用途，他有着自己的分析。你知道这个尾巴是干什么的吗？对，这是做什么的？这个叫做磁异常探测器，它事实上呢可以探测磁异常。我们地球不是本来有磁场吗？对，有磁场。但这个磁场是什么？一旦我这儿多出一个大铁坨子，带磁场的东西，那么我这附近的磁场就会发生变化。那这个尾巴就能把这个变化探测出来。那你想呀，在海上本身这地儿没这大铁坨子，突然多出个大铁坨子，它能是什么呢？对吧？然后它就有可能是个潜艇。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弹舱里面还有多种不同的武器，比如说有一些是深水炸弹，就是扔下去之后直接去炸潜艇，还有一个鱼雷，可以扔下去直接去打。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老运8，对，但是它可以从探测，然后到攻击，全方位的去做一个潜艇杀手。实际上，这架长尾巴的运8正式名为运8反潜巡逻机，是在运8运输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国第一代固定翼反潜作战平台，也被称为海雕8，在2019年国庆阅兵上首次公开亮相。具有巡逻反潜、检查反潜、映照反潜和目标指示等作战使用方式，具备多种搜攻潜手段，主要遂行独立和协同其他反潜兵力，在指定海区复杂气象条件下昼夜巡逻，对敌潜艇实施搜索、跟踪和攻击，是维护国家领海领空安全、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我们还能看到呢，它的还长一些其他奇怪的东西。对，这上面怎么有鼓个包？有驼背，然后前面腮帮子还肿一块，对，这也是。你看到的这些全部都是各种天线的罩，就是各种，对，它可能是雷达，或者可能是其他，总之它都是电子设备、无线电设备的这种罩。这就说明它的从通信到其他的探测能力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壳子还是老运8的壳子，对，但是已经焕发了新生。伪装的感觉，对，就是其实内部都是大换血。对，就感觉好像是一个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颤颤巍的老人，但其实是一个武林高手。哇，这个太有掩护作用了。对，这个运8嘛，我们都知道，就其实已经是历史很长的一个中型运输机了。我们在运8的这个基础上，其实改进出来好多具有现代功能的这个飞机，比如说预警机，比如说反潜机，还有很多的电子战飞机。所以不要看它是运8啊，要看它真正的这个实战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对，应用场景是对，没错。运8反潜巡逻机标志着我国在固定翼反潜平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提高了人民海军航空兵的综合作战能力。它的列装使中国形成了以水面舰艇、潜艇、舰载反潜直升机和固定翼反潜巡逻机等武器装备组成的立体反潜体系。就在长尾巴的运8的对面，本届航展最受关注的明星之一，从歼15舰载战斗机发展而来的歼15T，吸引了每一位经过的观众。国生老师，这个歼15T是首次在航展上公开亮相。没错，事实上这个呀，我们从它的大构想上来看，事实上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就歼15嘛，包括歼15呢，一开始也是我们逐渐从歼11的这个系列上面发展出来的。那么它跟歼11的这个区别，首先前面加了压翼是吧？然后包括后面我们的这个
折叠机构，机翼可以折叠起来。那这样的话，我们航母甲板上就可以放更多，包括航母的下面的机舱里面，占用的位置就更小了。歼15T 舰载战斗机在歼15基础上优化提升了航电系统、武器系统，改进了机体结构。折翼的机体可以让它的体积大幅减小，是人民海军航空兵的重要装备之一。但是这个歼15对我们来说现在也是见怪不怪了，因为它已经10几年了嘛，我们已经看了10几年了。但是今年航展这个不太一样，你看它的前起落架，对这个歼15T的这块儿，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对，这有一个折过来的是吧？对，然后前面还凸出来。前面还有一个，事实上前面的这个就是专门用来去挂这个，它叫牵引杆，专门用来挂弹射器的，相当于是我有一个弹射器拽着前面的牵引杆把它拽出去，它就可以迅速拽出去。然后后面这个干什么呢？这个折的呢？后面这个就是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杆，它在后面拉着。拉着，就像我们打弹弓一样，手拉开之后，劲儿足够大了，我再撒手，撒哪儿呢？就是撒后面这个地方。对，后面这个杆叫支撑杆，我就把支撑杆一撒，然后整个弹射器就带着我这个飞机就窜出去了。我这个拉弹弓把这个飞机给弹出去。从外形来看，歼15T的最大特征是加装了弹射型舰载机的重要标志、弹射拉杆和牵引限位杆等部件。同时，起落架收放动作筒等部件也针对弹射起飞需要有所加强，具备弹滑一体的能力，既可在辽宁舰、山东舰的滑跃甲板上起飞，也能在未来实现弹射起飞。我们有新的带弹射装置的这样子的歼15，就意味着我们是有带弹射装置的航母的。对，然后而且加了这个弹射装置之后，我们的这个舰载机呢就可以最大的起飞重量在航母上就可以更大。这每一架飞机它都在一个跑道或者在一个地方，它都会有一个最大的起飞重量。它这个载重是更大的。我这个载的更重意味着什么呢？我要么可以多装油，要么可以多装弹。满油满弹的情况。对，所以说。整个的航母的战力，包括舰载机的战力，都会很大程度的提升。歼15T作为一款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代表着我国在舰载机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与发展。在领略了歼15T的风采之后，子轩与梁义晨继续在航展的航空装备展区，寻找着有了创新和升级的航展熟面孔。这个也是之前来过航展的，18年他来过一回，18年就是你总体感觉这个飞机是不是还是挺帅的，对吧？看着挺新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其中的一些细节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最早的这个底子呀，其实是用的我们国家就是非常老的一款功勋战斗机，就是歼7。实际上它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名字叫教9，然后它的出口型叫 FTC 2000。然后为什么叫教9呢？教练机，你学过驾照吧？你学驾照的时候，那个车是很先进的车吗？不是，你拿跑车学的驾照吗？非常破的车。但你不能说它破，便宜，皮实，对吧？可以开很多很多。你像你这种新手天天熄火的，对不对？他们也是一样，教练机也是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种老的飞机上面去演进去把它改进出来新的这种产品，现在也是非常好用的一款。现在改的时候已经看不太出来了。对，已经完全看不出之前的样子了。从歼7一路改进发展而来的这款 FTC 2000G 是攻击为主，兼具制空、对海、对陆打击和教练功能的多用途飞机。该机具有较强的任务设备拓展能力，能够根据需要加装对应具体任务和环境的机载设备或吊舱。我们改了这个双座型之后呢，上面的这个后面是教员坐的地方。它呢要比前面的这个学员坐的地方呢要高一截，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我教员和学员他的这个视线都能够看到前面的跑道。另外，你看前面的颜色不一样，说明它也加装了新型的，比如说雷达呀、其他的电子系统啊。所以说有了这些改进之后呢，它相当于是也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老的一个底子，然后焕发出了一个新的生命。而且你看用途非常的多样化。挂在各种各样的，没错，你看有滑翔炸弹，有炸弹呀，有对空的，
有对地的。也就是说呀，这不仅可以当一个教练机来用，那么有一些国家，那我没有钱买那么先进的战斗机，那我买一个它。又便宜，然后什么都能干，对有一个多面手，多用也是非常好用的。然后后期的维护成本也是非常低的，因为所有的技术都是非常成熟的。在航展外场的角落里，停着一架几代军迷熟悉的老面孔，它也被戏称为航展现场年龄最大的飞机——运5。中国第一种完全自行制造的运输机，具备成本低廉、安全可靠等特点，曾被广泛应用于伞兵培训、武器运输、短途载客、农药喷洒等用途。狗生老师，像运5也是老飞机了，这个运5B今年又来参展。它这个运5B跟咱们早的这个运5呀，它还不是一回事儿。今年参展的这个飞机呢，它是一个改进的这个型号。它都改到哪里？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涂装，你想到了什么东西？这个颜色的涂装，消防。对，森林消防的这个配色嘛。然后我们森林消防事实上是用飞机非常方便的，因为首先的面积很大，并且呢这个火情不太容易触达，人走过去要很远，然后车又不好开，所以用飞机是最快的。运5BM 这款灭火救援飞机具有近1吨的挂载能力，能够发射机载精确制导灭火弹，装载了先进的火情火场侦察感知定位系统和通信指挥系统，具备集巡、查、打、传为一体的防火灭火功能，可广泛应用于森林、草原防火灭火的各个阶段。别看我们这个运5呢，它非常老了，对，50后了，比我爸妈都大，对不对？就57年飞的，没错。但是呢，它还是非常好的一个飞行性能，并且非常稳定可靠，还安全，并且最好的一个因素是，你看它是双翼机嘛，对，2层机翼，对不对？是所以呢，它的最小的飞行速度就非常的低。起飞着陆，现在飞机不都在追求快吗？哎，没错。那它，你想想啊，我们说骑自行车，你骑得快了是技术，对，你骑得慢了是不是也是技术？也是。你能骑得特别慢，然后不倒，能定下来，那也是技术。这样的运5呢，就是可以飞得非常慢，所以它的起降距离就非常短。我很短的一个跑道就可以起降它，所以让森林的这些灭火的这些站呀、消防站呀，就可以去配备这样的飞机。运5从1957年完成首飞以来，始终凭借较好的低空性能和经济性，使用维护简单和飞行安全等优势，活跃在国防体系和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依靠复古双翼的设计，运5能够以极低空速保持稳定飞行，最小滑跑起飞距离仅为170米，能够在平坦的场地或草地上完成起降。即使遭遇发动机空中停车险情，飞机仍能安全滑翔着陆。还发现一个细节，它除了炸之外，你看它还能探测，看前面那个小球。对，下边有一个。对，你看这个是不是装在这样的一个老爷飞机上？感觉有点违和。对，有点违和，对不对？看上去很先进的一个探头啊。就装在这样的一个老爷飞机上，那个探头里面事实上就是，你像红外呀、可见光呀，那火源不是热嘛？那我如果去看的话，哪块热，哪块有亮点，哪块热，说明那个地方是不是会有小的火情？那我再扔一个炸弹下去，我是不是就把这个火炸在这个初始的阶段啊？这么说，它虽然老，但是它依旧很实用。对，老而弥坚的一架飞机，非常好用，就是飞过的人都知道。对，飞过修过的人都知道，又好修又好飞。然后还安全，滑翔性能非常好。比如说，就算是发动机停车呀，或者怎么样的，它都问题不是很大。对。今年是运5B首飞38年，而整个运5家族已经经过了近70年的发展，适配新技术，满足新需求，迎合新潮流，也是历届中国航展上国产装备体系总能带给我们惊喜的根源。